我剪，嘿，剪，杜九言被惊醒，一睁眼就看到一个3、4岁的熊孩子正贴着他剪他的头发呢。小萝卜，你谁家的？你家大人呢？太过分了！要不是他醒得早，这小萝卜怕是要把他剪成秃子吧。娘，乖哈，头发剪了你就会变丑，变丑了我们才能接着去找爹。你想不想找爹啊？找什么爹啊？谁是你娘啊？啊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娘长得太美了，出门太危险了，头发剪短了才安全，这样你才能找到爹呢，是不是啊？娘乖乖的，一会儿我就带你找好吃的。这小萝卜一口一声的喊我娘，难道我不但穿越了，还成了别人的娘？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啊！跨度也太大了吧！我是你妈妈啊？妈妈？不，是娘，如假包换。我的天哪！娘，你是不是困了？要不要再睡会儿？小子，你是打算哄我睡着了，再接着剪我头发？嗯？娘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不会乘人之危的。小萝卜，你几岁了？娘，我4岁了，你都不记得了？要不要找大夫呢？头还疼不疼？受伤了。原来原主的死是因为这伤啊。没事。娘，你不要死。哎呦，可怜巴巴的，你娘已经死了。我死不了啊，就是忘事儿了。我的伤怎么来的？真的。我以后再也不丢下你了。刚刚我去找吃的，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赖四在欺负你，他还拿砖头打你的头。赖四，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没事了，以后谁都欺负不了我们了啊。那我们把头发剪了好不好？这孩子哭得这么伤心，还不忘记剪我头发。想丑办法多得很，剪头发多麻烦呀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没名字，你一直喊我小宝。小宝？这名字取得太没诚意了，还不如小萝卜好听呢。小萝卜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宝庆，隆安寺。哦，我们就是宝庆人。你爹呢？家里人呢？不知道，我爹死了，祖父祖母也死了。至于外祖家，您说不要他们了，就我们2个人在一起。爹死了，那原主就是寡妇了。一个身体虚弱、生存能力更弱的寡妇，带着小孩不回娘家，在外面流浪。古代这么开放了？不对，你刚刚明明说要找爹，这么快就死了？不会哪天蹦出个男人说是我相公吧？捡个孩子可以，我可不想捡个别人的相公。不，我爹真死了，可是你一直不相信，非要找我爹。我刚才哄你呢，真的。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蹦出男人来我也不会认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都给老子蹲着别动，否则把你们剁碎了喂狗。哦，有杀气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走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，站住！
娘别怕，有我在。嘿，大爷，我们是路过的人。都给老子老实点！敢偷老子东西，不想活了！这些人不好惹。哪个是赖斯？是中间那个。娘，您真聪明。不过现在您惦记赖斯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啊？咱们遇到麻烦啦！谁偷的？主动站出来！捉贼拿赃，你说我们偷了你的东西，请拿出证据。是陈先生，他是好人。跟老子狡辩！这破庙里就只有你们在，不是你们还有谁？董大亲眼看见你们其中有人碰过我的包袱。你看的是谁了？主子，当时我没留意。不过，咱们不用跟这些无赖废话，直接杀2个，不怕他们不交出东西来。哼，不过堂不查证就敢杀人，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老子就是王法。从现在开始，老子数到10，偷东西的自己站出来，否则老子就一个一个的砍脑袋。1、2。娘，你别怕，有我在。唉，这原主是有多窝囊，才会让一个4岁小孩子变得这么坚强。没事儿，我们没有嫌疑。你们闭嘴！呸！10，还没有人承认，那老子就先砍了你。是他，是他偷的，我看到了，我。你信口雌黄，我没有偷，就是他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。赖斯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敢污蔑陈先生，我跟你拼了！按住了！哼，有胆子偷，没胆子认。刚才不还言之凿凿，把东西交出来，老子就饶你一命，不然就先砍你的胳膊，再砍你的腿。我没有，我虽为乞丐，却从不做偷鸡摸狗之事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休要冤枉我。一个乞丐还文绉绉的，主子肯定是他拿的，这种人最虚假。娘，陈先生是好人，他还教我认字，他不会偷东西。你都了解？我们来宝庆6天，一直住在这里。赖斯是坏人，可陈先生和银手他们都是好人。娘，你别动，我想办法救陈先生。东西不交出来，谁都走不了。金子很显眼的，我们大家一起找，一定找到的。真想救？想。等一下，吵什么？想死是不是？东西丢了就找，何必大动干戈要人命呢？你站出来，东西是你偷的。小九，和你没关系。是他偷的东西，你们杀他就行了。什么人这么无耻？行，老娘记住你了。丢了什么？我帮你找。一定金子。你这是明知故问和我装傻？我没拿，但我能帮你找到。不过金子找到了，你得把这锭金子给我做酬劳。人家费尽力气就是为了找金子，找到了却给你做酬劳，那人还找个什么劲儿啊？呸！果然是疯子。小宝，快让你娘回来，她又疯了吗？这是送死啊！银手哥，我娘不是疯子。这还不疯？我娘真好看，一会儿死得更好看。一个贼人找赃物还让我给酬劳，我刘海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。你认为我会给你酬劳？你可以不给，但今天我不帮你，你就是把这里所有人都杀了，也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这结果可不是你想要的。好，老子信你一回，一炷香内你找不到，老子拿你开刀。不用，5分，一盏茶时间足够。狂，老子看你狂，找。
小九，找不到的，这庙里就差土没有翻了。陈先生不用担心，一会儿拿了酬劳，我请大家喝酒去。断头酒吧，美酒加美女，阎王都拦不住。我找东西靠神力，和你们凡人不同。你耍我们？时间马上就到。东西找到了，但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。嘿，神神叨叨的，老子怕你不成？走，外面说。说吧。果真？自然。光聊天说话就能找得到东西，这疯女人真当自己有神力啊！死定了。行了，东西找到了，大家都散了，滚吧。主子，这没事了？那些乞丐就这么放走了？难不成留他们吃个饭呀？不是，主子，那么多乞丐出去了，我们的马还在外面，属下出去看看。居然是你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杂种，老子剁了你！你根本没有找到东西，你耍诈！是你蠢了！给我拿下！就凭你们，休想！死了！呸！老子待你不薄，你居然背主！将尸体丢山里喂野狗。是。杜小哥，今天多亏你帮助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小哥，后会有期。娘，你真厉害！娘，为什么你受伤了一下，就突然变得这么聪明啦？武侠中有种说法叫打通任督二脉，我现在就是啊，一砖头敲开了我的灵智，所以我变聪明了。好神奇！那您现在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开了灵智了？哎呀，算是吧。小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这里离晋城不远，我请大家吃好的去。不用，你这钱来之不易。我们都饿了，他有钱请我们吃，我们就不要客气了。不过小九啊，你刚才胆子真够大的，人家在找金子，你居然开口直接让他给你做酬劳，你怎么知道他会给你啊？他穿着绸缎，又带着这么多手下，身份肯定富贵。其二，他面色疲惫，但在宝殿只是歇脚，并没有补眠，那就是着急赶路。这样的人怎么会为了区区一锭金子在这里耽搁这么久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丢的不是金子，而是更重要的东西。有这两点，我当然敢开口要金子做酬劳了。大家听得目瞪口呆的，谁能想得到，原来刘海只是借着金子的名头，实际在找那封重要的信呢。风小九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了？陈先生，我娘说她被赖四的一砖头开了灵智，我娘现在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一点都不疯了。病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好？是金子好啊，还是人好啊？哼，来得好。这疯女人居然不疯了，还骗了一锭金子。骗得好，今晚我就能带着这锭金子好好的赌一回了。赖四，你想干什么？呸！滚一边去！老子说话没你插嘴的份儿。疯子，把金子交出来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你敢！不准欺负我娘！毛都没长齐，就敢在老子面前充狠！滚！给我上！弄死他们！今晚爷们儿进城逍遥去！这事儿好办，咱们过手，你打得过我，金子双手奉上；要是打不过我，咱们就把先前的账结算。结
用你和我比？不敢。笑话！呸！3招内弄不死你，算老子输。娘，小心！小九让开，我来上。娘，先生他们对我们很好的。托你的福，蠢货！你这臭婊子，老子弄死你！愣着干什么呢？弄死他呀！下一个。这个女人怎么突然这么厉害呢？可今天上午的明明还是个草包。你他娘的是谁？你不是那个疯子？哎，说话就说话，骂人就不对了啊！借用一下。什么？砖。哦。哼哼，再来比一回。比什么？比你能不能扛住这一砖。哎呀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奶奶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喊祖宗都没用。儿子，闭眼。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不能白让你占便宜，我多亏呀。还有没有账要算？一起结了。小九不疯了，不对，小九更疯了，而且是又疯又狠。你这身手太厉害了，收我做徒弟吧。看心情吧。小九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小萝卜怎么办？先生说的是，下次我会更快一点的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的招式虽快狠，但气息不稳，练武不超5年，以这样的身手不该赢，但是你做到了，并做得很好，这说不通。跛子哥，他怎么会是花拳绣腿？他刚才打斗的时候，你没细看，那多厉害啊！他这点功夫和真正练武的人过招，不出3招就会败。你和赖四交过手？不然怎么知道他们的招数？也不可能这么精准。打架不全是靠蛮力，脑子比力量重要。果然如此。俗话说，蠢人用蛮力，聪明人靠算计，算力量，算招式，每一招都是蓄谋，所以你能赢。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，你这样的不足挂齿。难道是高手？说话这么刻薄？嗨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别生他的气了。他这个人啊，说话比较直，但没有坏心思的。啊，对了，不是要进城吗？走，进城吃饭。跛子哥，一起去吧。我困了，你回来时给我带个烧饼。娘，跛子叔说的不对，您刚才特别厉害。教你一个形容词，以后用来形容我。什么词？帅。记住了，我娘最帅。进城吃饭，金子花不开，要去票号兑钱的。那就先去换银票。这几位怎么称呼？我叫银手。你果然不记得我了，吃我饼的时候还喊我名呢。脑子不好，不记事。九姐，我是闹儿。这是花子，他一直跟着我，是我弟弟。九姐姐，你准备请我们吃什么？我知道一家鸭店的鸭子很好吃。好啊，那就吃鸭子。陈老，因为认识几个字，所以大家都喊我先生。才不是，陈先生是进士老爷，他可有学问了，对吧，先生？以前的事儿，不提也罢。进士，做乞丐。先生，我和您说一件事哦，不要和我娘说。她昨天还闹着找夫君，现在不记得了，刚刚好。我好怕她找了个奇奇怪怪的夫君出来。是你不想要爹吧？不过九姐现在聪明，你骗不了她几天。嘘，我娘美，不疯了，肯定会很快嫁出去。这么说，你想换个新爹？我们巨福楼这么大招牌，会扣你2只鸭子。你要再敢闹事儿，我送你见官啊！哎，先看热闹。是你扣了我2只鸭子，我挑着来的时候就12只，
现在少了2只。这些鸭子都是村里人托我卖的，少了2只，我没法交代。你几只鸭子我怎么知道？来，上大伙评评理啊！他条鸭子卖给我们钱都拿出来了，他反悔说不卖我们也不稀罕买吧是？可他倒好，转头就说少了2只。哎，怎么着？你真当我们好欺负的？我告诉你，想要讹我们没门儿！哎呀，肯定是他讹诈。巨福楼开了这么多年，犯不着偷的2只鸭子。就是，这人看着老实，做的事儿却不老实。他们真的偷了我鸭子，我没讹诈。滚远点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谢谢，没撞着你吧？哦，没有。你哪里人？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。我是下河镇的人，离这里有30里的山路。哦，那你的鸭子肉一定很好吃啊，都是散养吃鱼虾的吧？是，我们山里有条溪，鸭子都养在水里，长得特别的肥嫩，鸭肉和别的地方的鸭肉都不一样。听着就很好吃。你辛苦赶路卖鸭子，为什么又不卖了？哪能不卖呀？但他们就给我10文钱一只，别的地方都是22文，22只鸭子我亏264文呐！我要是卖了，村里人还以为我把钱给昧掉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确实不能卖，不然就吃力不讨好了。哎，聊天上别出聊去，别脏了我们的地儿。你把鸭子还给我，我就走。哎呀，还说什么说呀！赶紧将人赶走，再不走就报官。老伯，别怕。小兄弟，这鸭子我不要了，我没钱交纸赎啊。2只鸭子不值这个钱。怕什么？会有人帮你交。哼，掌柜，报官吧。今天这2只鸭子我们要定了。去请焦三爷，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有你好受的。我就不信了，鸭子长得都一个样，他还能在我后院的30只鸭子里找出老农的那2只不成？哼！苏洛，你就知道给老子找麻烦，什么事赶紧说了，别耽误老子的功夫。三爷，是这样的，巨福楼怎么可能偷他2只鸭子呢？这2个人啊，分明就是来讹诈。您快把他给抓起来！在老子地盘讹诈，哼，先抓了再说。啊，三爷，您铁面断案，怎么也要听我们说一说缘由吧？呸！说个屁！跟老子回衙门！我不去。三爷，苏掌柜说他没偷鸭子，说我们讹诈，可我却能证明他确实偷了鸭子。证明？你怎么证明？你们鸭子做记号了？没有。没有你放什么屁？你还打算进去随便一指？你当老子好糊弄是不是？不用记好，我也能找到这2只鸭子。如果找不到，我就跟三爷您回衙门，该什么罪就什么罪，只赎我双倍交。看不出来这不男不女的小乞丐还有油水。你说的啊？老子就给你这个机会，一会儿你要是糊弄老子，或者找不出鸭子来，老子我弄死你！三爷是青天，多谢多谢。找鸭子去。不用去找，让苏掌柜将他店中所有鸭子都弄出来，就在这里全杀了。不行，30多只鸭子，有的还要养几天，不能杀。过分了啊！你把人鸭子都杀了，要是找不出来，你给钱呢？话放这儿，如果我找不到老伯的鸭子，苏掌柜的损失我一律双倍担着。这可以。36只鸭子，双倍就是5两银子。你敢赖账，我和你没完。要是我找到了呢？5两银子，官衙的纸赎，你出。我出就我出。好，杀！哦呦，你这些鸭子养多久了？可真肥呀！时间最短的3天，最长的有半个月。哈哈，巨福楼的鸭子都是吃的细糠拌饭，当然长得好啊。
杜九言戳了戳临近的一只鸭子，借了刀在鸭子素囊的位置一划，立刻滚出了一团糠拌饭。还真是糠。素囊都划开。都是糠呢。老伯，你告诉大家，你的鸭子吃什么的？我们鸭子散养在溪里，吃的都是鱼虾蚯蚓，没这些好东西喂。那就对了，这2只就是了。他话落，2只鸭子被他踢出来，就见素囊里滚落出未消化的食物，都是虾壳啊、杂草、蚯蚓什么的，和前面34只满是糠饭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鸭子不在这里养的，吃的东西当然不一样啊。这小哥真聪明，居然想到这个法子。肯定没错了，巨福楼偷了老农2只鸭子。苏掌柜，给钱吧。不可能，就凭这些你就断定我偷鸭子？你这是诡辩。原来是食物，鸭子吃的东西不一样，难怪他会问鸭子吃了什么。哎，三爷，要下雨了，还是早早办了案子，免得这么多人淋雨。给钱，耽误老子功夫。小子，卑鄙无耻！给钱吧，5两。三爷，这是额外的纸赎，您收好。本该交的，您接着跟苏露要去。多了，明天去衙门找零钱。你小子功夫不错呀。嘿嘿，花拳绣腿。老伯，收好。不用，这钱是你的，我不能要。这也是我该得的。告辞。走了，咱们换家店吃烤鸭去。那，给你收着。真的给我啊？给你机会请我吃饭。不要，这钱我要存着。我辛苦挣钱，你要孝顺。你要挣钱辛苦吗？是辛苦。嘿，飞了好多口水啊。好吧，我很孝顺。哪里还有烤鸭？不吃鸭子了，我都快吐了。我也是，吃红烧肉吧。你个蠢货，给我滚！滚得远远的。这掌柜的，这小的也不知道会这样啊，这都怪那个小乞丐。哼，那小子别让我碰见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我的钱，我的鸭子。薛兄怎么看？这孩子倒是聪明人，居然会用这样的办法。此人乖张刁钻，明明有更妥当的办法，他偏要杀人36只鸭子，实在是过分。苏露是活该如此。不过呀，那小子要是出身好点儿，先生倒是可以收在门下，也算消除一反骨祸害了。九姐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不但会打架，还会断案。以后我们跟着你，天天有肉吃。你怎么确定老伯被偷了鸭子？那老伯脸上又没写字。老伯2头挑子，一边11只鸭子，另一边却是9只。挑那么远的担子，自然要2边分量一样，这样才好走路啊。就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的账随口便出，若有心讹诈，只会编理由，而不会将重点放在亏损的钱上。厉害，你不说，我这一辈子也想不通。再说吧，我得想想怎么挣钱。我不吃也得投喂小萝卜，是个负担。好饱啊！吃饱了就散了吧，我也要找地儿洗澡去了。散了。九姐啊，行了，我请客，找地方睡觉去。好嘞。你若想洗澡，只能住客栈，但宝庆的客栈可不便宜啊，一晚上至少500文钱。这里山高皇帝远的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因为毗邻广西，2年前贵王画地为王，和朝廷一直僵持不下，宝庆、永州等几处成了3不管。贵王？皇帝姓什么？国朝是哪一朝？帝皇姓赵，国朝为周，今年是顺天8年。周？
难道是16朝时期有姓赵的皇帝吗？那今天可劲儿的造。娘，我们应该节省点儿，以前银手哥哥的钱就是随便花掉的。该用得用，没钱了再挣啊。你要不想回庙里住，我有个办法，用3两银子拼一间院子，够住1个月。我知道哪里有院子令，就这酒楼后头的鸡毛巷第1家4合院，1个月2两银子，大小7间房。我们住一起，1个晚上不够，还要住1个月。你和小萝卜去住就好了，我们还会破庙。娘，很多房间。那就一起搭火锅，人多力量大。要不你带着几个孩子去吧，我回破庙就好了。先生，我们说好了，有肉一起吃，有苦一起扛。先生不去，我们就一起住破庙。这么苦情，弄得我跟反派恶人一样。走，找房子去，大家一起住。九姐好，九姐真好。谢谢。哎，先生别谢得太早，我一身臭毛病。城门开着，我去城外把跛子哥接来，顺便砍柴回来烧水。要添置东西，劳烦先生去办，我去给大家买衣服。哎呀，人多就是力量大呀。这是什么？衣服啊。今天有钱咱们做人，等没钱了再做鬼。跛子哥来了，他在给大家烧水呢。哦，那就辛苦他了。买浴桶了吗？啊，买了2个，你和小萝卜1个，我们几个人用1个。今天多谢你，让孩子们有地方住，有一个家。隔壁住着1家4口，新生了个儿子，才8个月大。你惯偷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又没暴露过。原本以为你的手是残废，可发现这只手不但不废，还很灵活。你对每家每户了如指掌，除了贼没别人了。你要是猜出来我为什么戴手套，我就彻底服你。你服我是早晚的事儿，这里面有针绳，还有蒙汗药。好厉害，九姐姐真是神了，全部猜对了。喊你一声九姐，我彻底服了。如何知道他有蒙汗药啊？因为他没功夫，遇到敌人总要保命，蒙汗药就是最好的保命方法了。你说的对，跛子哥不肯教我功夫，我就跟一个拍花子买了许多蒙汗药。跛子会功夫，花拳绣腿。热水没了，我去烧水。小九，你现在聪明了，将来打算做什么呀？没有，一切等睡醒了再说吧。啊，也对，先休息。娘，衣服太小了。小了？是不是你个子太高了？东家说就是4岁孩子穿的。你是不是我娘？一点数都没有啊！我哪知道？行了，你先这么穿着吧，把旧衣服先洗干净晾着，明早我们去换。哦，我给你们唱一段给你们助兴吧。来一段贵妃醉酒，这可是我最拿手的。我在旁边搭戏。不错，在家就能听戏，我同意你跟着我了。真的呀？以后我每天给你唱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娘，我困了，睡觉去吧。行，散了吧，都睡个好觉。娘，你不会不要我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是包袱，你很想甩掉。胡说。一个伟大的母亲怎么可能不要孩子呢？小萝卜抬头看着杜九言，一副审视打量的样子，对伟大二字持怀疑态度。睡觉。九姐姐，先生煮了粥，就等你们起来吃饭了。还真像个家呀。我去洗漱。我去上工了，早上人多，肯定能要着钱。等我一下。
早上人多，我也去。重操旧业，没正经事儿做。少阳没有正经事，正经人在这里待不下去，让他们去吧，不能总吃用你的。银手向来有分寸，取钱只取2成。那意思就是别人有10两，银手只会偷2两。道义有道。被抓了，别想让我交钱赎人。不可能，我行走江湖10多年，就从没失过手。走吧，祝开张大吉，财源滚滚。陈先生，你会梳头吗？这个，我只会扎男子的毒辫。那就扎男子的辫子。你打算男装？男人行走江湖方便，先生帮我梳头，稍后乔装一番给你鉴别。好。陈先生，觉得如何？九公子，雌雄难辨。娘，爹，当然是爹呀！不要露馅了啊！爹，帅，乖儿子。一会儿爹带你换衣服去。我出去了。你不要介意，我们认识虽不久，但他人不坏的。但凡成为乞丐者，总有一些过往不想与人道。先生看家，我们也出去了。你的伪装非常成功。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喉结，这喉结不好办。爹，没事，我就喊着玩。我长这么大没喊过爹，以后白天您是爹，晚上就是娘。诸位客官，住店打钱都便宜啊！今日进店一律减钱5文。我去做伙计。您做伙计，那是大材小用。不行。没和你商量，你不用回答。嘿，客官，您打尖还是住店啊？咱们德庆啊是全邵阳最便宜的，495文1碗。我来应供，掌柜可在？招工。掌柜在那边，您和掌柜的说。掌柜脾气急，你说话利索点啊。这小孩是你什么人？你上工，他怎么办？我这里不养闲人。我不是闲人，我能干活，扫地擦桌子我都可以。去，都没桌子高，除了捣乱没别的。我会。他在家，不随我上工。月例620文，包吃不包住，4季衣服各2套，寅时末上工，戌时末下工，年休3天。早上5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年休3天，资本家的剥削呀！迟了扣钱。还有，把户籍和保长信带上，我这儿不收外乡人。娘，您想想，我们为什么做乞丐？就是因为没户籍。那我岂不是连伙计都做不了？苍天！谢谢啊，我回去取户籍。长官，伙计，我昨晚住的房间收拾了没有啊？见着我旧衣服了吗？在的，一早收拾房间就看到了，给您收着的，里面的银子1分没少，您点点。不对啊，我口袋里有10两银子25文钱，现在怎么只有3两25文了？还有7两呢？您不会又要看热闹吧？看，我的话你听就好，不需要发表意见。少钱了？不，您再数数。您退房后我就收拾房间，看见兜里有钱我就没动，怎么可能少钱啊？怎么回事？少什么钱？你数清楚了没有？大伙儿看看，我当着你们的面数，看到没有？3两银25文钱，我可没数错啊。可是我昨天兜里明明有10两25文钱呢，你们还我钱，否则我就去告官。我没拿钱，您兜里就是这么多钱，我碰都没有碰过。老子开客栈15年，从不做偷钱害人的事儿。你要是闹，那就去报官，让衙门的人来说。哼，也不知道多少钱就想赖在我头上，门儿都没有。去，将焦三爷请来。是，报就报，
让大家知道你们这是个黑店。有意思。抢我台词。我错了，娘。爹，您再猜谁是对的？你的脑袋就是为了增高用的，仔细想。我又没有被敲砖，所以我很笨的。哼哼，一会儿我拍你一砖头啊！不要不要，我笨肯定是遗传我爹，他肯定是个傻子。什么事儿啊？成天让老子不痛快。三爷，小民秦宝是做小买卖的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小的昨晚住在这里，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就随手将旧衣服叠放在床头。早上走得急，一时忘记了，可等我赶回来，我衣服里的钱就少了7两，就是这伙计偷的，但他不认账啊。三爷，你要给小民做主啊！我没偷，我取了衣服就发现里面有钱，就立刻放在柜台上，就一会儿功夫他就回来了，银子没有人动过呀。我在柜台，没人动他衣服。这就是扯皮的事儿，一个说丢了，一个没丢，你们让老子信谁啊？都跟我去大衙！愣着干什么呀？走啊！三爷，我没有偷钱，请您明鉴。我上有老母和病妇，我要是出事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呀。谁没老母啊？废话啰嗦的，说的这么可怜，保不齐见钱就眼开。就是，肯定是见钱眼开。掌柜的救我，我没有偷钱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店里的伙计不会手脚不干净，肯定是这个外乡人讹诈诬告。你说他诬告，你他娘的有证据吗？去衙门不是给大家添麻烦吗？就在这里，您再断断。你断，你断清楚了，老子服你。我来断。你，我们是不是见过啊？昨晚你是，我有办法。我爹有办法。这父子两人不会是脑子有病吧？邪门了！一个小孩也这么凶巴巴啊？三爷说什么？装，接着装。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你快说什么办法？嘿，三爷都办不好的事儿，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有办法？后生可畏，大爷，这个词儿您了解一下。你口袋里原本有10两银，25文钱，确定？当然，这是我的货款，多1文我都不要。有志气。他昨日入住时穿的是这件旧衣服，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他是空手来的，因为衣服很大，他又太瘦了，衣服在身上晃的，我还多看了2眼呢。哼，多看2眼，你分明当时就盯上了我的钱了，搞不好我衣服不是遗失，而是你偷走的。我没有，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口袋里有钱呢。不对啊，棉麻的衣服口袋里装了银子，应该很显眼才对。伙计确定没看见？我指天发誓，要是撒谎，天打雷劈。他说他没看到你的钱，你的钱当时真的全部放进口袋里了？那当然，我出门没带包袱，钱只能放在口袋。不对啊，你是做买卖的，这买卖人行走在外，这么多钱就随随便便放在口袋里？我高兴，我想放哪里就放哪里。也对哈，钱是你的，衣服是你的，怎么放都是你的自由。你谁呀？问完了没有啊？我还要赶路，让他们赶紧把钱还给我。掌柜，还是取7两银给他吧，我也没问出来。闹了半天，居然是个二混子，我就说你不行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后生可畏。你不行早点说，问来问去故弄玄虚，你给老子等着，一会儿老子收拾你。掌柜的，息事宁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7两银子买他一条命，还是值得的，否则这事儿就说不清了。这事儿现在不解决，进了衙门就不是7两银的事儿了。哎，倒了霉了，我认栽。掌柜，这位秦客官的银子都是1钱重的银克子，你得赔他银克子才行。我要我的钱，你把我的钱还给我就行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老子现在去换。银克子来了，
花钱消灾，拿钱滚蛋！你们聊啊，告辞。哎，你这钱拿在手里可不安全，像来时那样都揣你衣服兜里。我这衣服没兜，提在手里就行。新衣服没兜，旧衣服有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把你所有的钱都揣兜里去。揣就揣。装不进？奇怪呀，你来的时候装兜里，为什么现在这钱又塞不进去了呢？装的不同，我分2个口袋装的。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装什么装啊？跟老子去衙门，还敢糊弄老子？有你好果子吃的！我没有，焦三爷，我没有讹诈呀，我真的丢钱了。有什么话去衙门说？就你这脑子还骗钱？三爷，狠狠打，治他！老子也恨，净给老子添麻烦。小哥住哪儿啊？下回找你喝酒。这小子挺机灵啊，下回破不了的案子就找他了。走了，下午去衙门录供词。小哥不是骗子，原来是釜底抽薪计啊！啊，过奖过奖啊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多谢！哎，快起来，举手之劳可受不起你这一跪。好心自有好报，小哥不必谢我。还是要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不错啊，就凭你这本事，明日就来上工。那买糖吃啊！谢谢叔叔。掌柜，这谢就不用了，我有事儿和掌柜您说。哎，这钱给他买糖吃，你要和我说什么，尽管说。娘，快去说话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故弄玄虚。公子，事情分多面，你看问题这么主观，你先生知道吗？老爷爷，老爷爷，帅这个字您了解一下。掌柜，实话和您说啊，我没有户籍，也没有路引，您看给我通融通融。你是从广西逃过来的，一户，你想落户保清？想啊，没户籍没路引，我连个工都找不到，还带着儿子，实在是不方便。您要愿意，我做您儿子，加您家户口上也行。此事我无法通融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但我能给你指条明路，你照着我的法子办，必然能成。掌柜请说。难不成是要我加他家户口本上？你去城外10里坡的义庄，那里常有枉死之人，你若能弄到路引，再来找我，我带你去办户籍。还能这样？什么时候弄到路引，什么时候来找我。你今天帮我这件事儿，我管到底。多谢掌柜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董掌柜，刚才那小哥和你要报酬了吧？给了多少钱？哼，钱道安，难怪你混成这样，人一个毛头都比你厉害。我看你呀，别吃这碗饭了。扯远了啊！我是宋师，又不是县太爷，我断什么案？哎，钱道安，今天把账结了，一共16两银。这点小钱，我们接个诉讼，立刻就能和你结账。买卖人就这小气，就知道假清高。去求求西南，给你们派点活不就得了？这怎么行？我们怎么可能和那些人为伍？哟，先生去买菜了。啊，是。以前无处容身，所以3餐不济。现在托小九的福，有地方住，自然要正常餐食才对。我再给先生点钱，买菜的时候可以买点肉。昨天吃了，今天能免则免。大家能吃饱已经足矣，这肉是锦上添花了。先生，脖子说，我娘刚才可帅了，所以那个掌柜答应帮我娘办户籍，有了户籍，我娘就能找事情做，不用做乞丐了。户籍？想要办户籍，要先弄到路引，不过好办，去义庄。义庄是停尸房，若有路引，就不算无名尸了吧？为何还要停在义庄？宋师回乡要钱。原来如此，路可难走，今晚我去看看。我陪你去。
那边我去过几次，路很熟悉。娘，我也陪你去。这么害怕你逞什么强啊？老实在家，不要乱跑啊！等娘把事儿办妥了，咱们就能去更多地方。我陪他去，你在家陪小萝卜。行，那我去做饭，关城门前你们出去。好。害怕？我看你不像是害怕的人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嘛。所以刚强的和人私奔？你的腿是因为嘴欠被人揍瘸的吧？哼，牙尖嘴利。你要再看我就走了。你确定你一个人敢进去？我说了，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凭你三脚猫的功夫啊！赖四只是意外，在绝对的武力面前，你的脑子不够用。现在去会被发现。咦，这布料眼熟。一片布料，你见过？昨天进城，在城外，有一醉酒少年和我擦身而过，就是此人了。擦肩而过就能记得别人的布料？才送来，或许身上东西还在，搜搜看。你运气不错。顾家记，镇元府清溪县顾家村，顺天4年生源。生源？生源就是秀才，有功名在身。镇元府如今很乱，看样子他是逃难来此，意外遭了横祸。脖子有勒痕，手腕不自然反折，衣服的腋窝和衣摆处撕裂，是外伤之死。怎么停放在这儿？宝庆峡3县，但现在只有兴化一处有县令。官府分身乏术，能免则免。你对地方政策配备还挺关注的嘛？做乞丐前是当官的，这布头眼熟。你过目不忘？差不多。赖四，看来昨天下手轻了。你想找赖四报仇？看机缘吧。他借顾家己的身份能为他做点事，就当宽慰自己。杜九言最不喜欢欠人情，鬼情也不行。今晚进不了城。什么意思？居然连关城门宵禁都不知道。冬日有时正，夏日有时末，城门落锁。嗨，我不知道。那今晚睡哪儿？义庄？去破庙吧，说不定你的机缘就来了。也好。你们也没有户籍和露银？我们有。有露银也做乞丐，还真是一群有故事的人。瞧不起乞丐？你有故事，可惜我没酒，早点睡。听脚步声是赖四，还真是来了。找到那娘们的住处就行。老大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后天一早城门开前，一把火烧了他们的院子，我们就去广西。我去，我断子绝孙都是这娘们害的，不亲手弄死他，对不起我爹。我怎么不记得断了谁的子孙？狠！做完这件事儿，我们就去平乐当兵去。贵王正在招兵买马，一个兵5两银子。5个人？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小气！谁偷袭？你祖宗！你这个疯女人，居然在这里等着我们！老子和你拼了！九姑奶奶，九爷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我问你，昨晚可杀了一位少年？什么少年？没有，我们昨晚没杀人啊。青色棉布长褂，皮肤白净，一身酒气。想？我想，是有这么个人。九爷，九姑奶奶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你也不认识，你逗我干什么呀？这个女人，我早晚弄死她！替天行道，不过我文明人，杀人偿命。你去跟官府说去，不打架，捆人会吧？没绳子。草编，作为一个乞丐，
编草绳是你基本的职业素养。你就不会？我不是乞丐，此等职业素养与我无关。只凭一块布头不好定案，若能找到目击证人就好了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官府查案不力，但刑具却不错。他们进去不用1日就会全招了。还有这样的操作？往后喊你顾家几，名字只是代号，无所谓。你，又是你。三爷，谢您就不用谢了。作为良民，协助官府是本分。你打的？为民除害也是本分之一嘛。屁！你知个屁！这几个无赖要是反告你打人，你小子就得吃牢饭。还为民除害，我看你先把你自己除了。律法这么周全，我这是见义勇为。你对大周律法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？见义勇为也要正人，多读书，别只会耍嘴皮子小聪明。我做个好事，介绍个先生给你。读书？三爷能弄到律法的书吗？读周律？怎么，你还想做宋诗啊？宋诗？他记得宋诗在古代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，而且所做的事情和现代的律师完全不同。官府禁宋，所以宋诗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帮人写状纸。你真要多读书啊！咱们大周太祖皇帝就是宋诗出身，西南宋诗行会就在咱们新化城中，还是太祖皇帝亲自题写的牌匾，里面有宋诗100人，人才济济。太祖皇帝是宋诗？不过你嘛，宋诗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，你得有功名，至少声援往上。你想做宋诗，再投胎吧。要是你想做捕快，我看你身手不错的份上，随时来找我。宋诗还有行会？娘，你没事吧？我好担心你啊。没事儿。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娘不在，我睡不着。一会儿咱们补觉。先生，西南宋诗行会你可了解？西南宋诗行会包括西南宋行、西南宋诗官学、西南宋诗行会3部分。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？你要做宋诗？宋诗可不好做啊，上个月就有个宋诗被人暗杀了。各行有各行的阴暗，可不能因为有阴暗就放弃所有的阳光。做人要客观。那你也做不了啊，宋诗比状元还难考。就算你进了官学，也很难考到宋诗资格证。先入行会，不能直接考宋诗证？倒也不是，大周有许多宋行，每个宋行每年都能推荐1人入官学考核，若能通过，便发放宋诗资格证。当然，如果能入西南行会中的官学堂学习，那是最好不过。里面有全大周最好的宋诗教学，官学的弟子每年考过的人数亦是最多，在大周各地也是最有分量的官学之一。如果你能入官学学习，考核过后，无论是留在行会做宋诗，还是出来另立门户，都会被人另眼相看。不过状元好考，宋门高，行会易进，正难考啊。你真想做宋诗？哎，能不能帮我偷一本周律？行不行？试了才知道。我要是饱读诗书，还能去做个教书先生；我要是心思灵巧，亦能去做个绣娘。可惜这些我都不会。偷周律啊？九姐姐，你真的想去做宋诗啊？我女扮男装。律例厚如砖，寻常人读完就要1年，若有读通，至少3年。你可以？先读了再说，做事情不要瞻前顾后。要不我给你偷一本出来，就去西南行会里头。侠盗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客气客气，今晚等我的好消息。先别把事情想得太圆满，免得失望。我现在就去办户籍，先做一个有身份的人，再去做有身份的事。去了你不要露脸出声，问什么你用写的。
这是这行的规矩，要是见面认出来，这事儿办的就毫无意义了。衙门。哼，你小子神了，够机灵。哼，这还神吗？我实在是想不出来，除了衙门，还有哪里能办户籍呀？杜小哥，往后有什么打算？暂时还没有，身无长物，不然我给掌柜免费用工3个月。你如今乃是生员，我这儿庙小，不敢用。这么说也不一定是运气好了，成了生源秀才，我连伙计都做不了了，这不断我财路吗？看问题要多面，你说好自然就是好，你说不好，那这运气啊就是狗屎。掌柜言之有理，那我这就是走了狗屎运，好运一起分享了。祝掌柜财运亨通，客似云来。同福同福。那我就告辞了，往后掌柜有事可去鸡毛巷杜宅找我。找不着你，这要看你往后是发达还是落魄。但有一言提醒，一个生员好歹也是读过4书的。看来这辈子我只能止步于此了。杜九言，这是你的名字？是，在下杜九言，见过各位。九言姐姐好。叫哥，不能露馅了。先生，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？小萝卜，您看看。没有小萝卜的名字。没有我。娘，为什么不写上我的名字？你不要我了吗？多读书啊。没有小萝卜的名字，但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你想不想听啊？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先生念给我听听。杜红林。这名字不错。杜红林，真好听。娘，你真好。鼻涕擦干净。我有名字喽！我有名字喽！哇！怎么会给小萝卜取这个名字啊？福灵心智，缘分。娘，不对，爹，你为什么叫杜九言啊？因为你爹我说话一言九鼎。为什么不叫杜九鼎？鼎多重啊？你扛得动吗你？扛不动，等我老了你怎么养我？爹，咱们有家了。九哥，一切顺利。我出马从无失手。九哥，你真准备读这么厚的书啊？我过目不忘，辛苦了。我睡觉去，明天早上还要上工呢。杜九言伏案翻看着，越看他越觉着奇怪，因为这一部周律分明就是结合了清朝以及明朝法律的所长，甚至还有现代法律的影子。不会吧，这么巧？杜九言迅速翻着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断，他如饥似渴地翻看着。等看到了中间，他已经可以断定，这位太祖皇帝和他一样，是一位穿来的律师。因为他是律师，所以抬高了宋诗的社会地位。他这算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吗？没有太祖皇帝，那他就算是穿来了，也只能默默地做个写状纸的兜比例。多谢，虽不知您高姓大名，但却让我有了归属感了。若有一日见着您的灵位，我一定奉上香火，好好敬拜，楷模，榜样啊！唉，人家穿越做皇帝，我穿越做乞丐。不过起点低，表示奋斗空间大，要努力呀。娘，你在闭关练功吗？不，我闭关修仙。娘，我也想修仙，反正娘做什么我做什么。那你就做个善财童子。好，我最喜欢钱了。
明明前几天还坚强独立勇敢，怎么现在就变成软萌粘人包子了？哎呀，一定是我魅力太大的缘故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看书亦讲究劳逸结合。现在就准备劳逸结合，等睡醒了再去西南行会摸摸底。看了2天就去行会，你是真自信还是无知者无畏啊？我去是自信，你去就是无知者无畏。脖子哥，九姐真的看完了，早上先生已经帮她背过了，一字不差。还真是有点本事。让他去行会试试，九爷的能力我们看到的不过冰山一角，说不定能成。